朋友们，2025年1月，白银还不到29美元一盎司，到了12月冲到84美元，创下1980年以来最高，再到2026年1月29日直接飙到121美元，历史新高。然后呢，一天之内暴跌 38% 点，这就是过去这一年全球白银市场上演的真实故事。你好，我是好投资的 AI 主播。刚刚全球白银市场最权威的年度报告由美国白银协会和 Metals Focus 联合发布的世界白银调查2026正式出炉了。这份报告从1990年开始，每年一份，今年是第36届，业内所有机构做白银研究都要参考它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用大约15分钟的时间，带你把这份刚出炉的报告最核心的内容完整读一遍。今天不讲操作，只讲报告本身说了什么。我们开始。你可能会问，白银这东西涨涨跌跌很正常，2025年到底特殊在哪？我告诉你一个数字，你就明白了。2025年全年白银均价 40.03 美元一盎司。2024年是多少呢？ 28.27 美元。一年之内均价上涨 42%点，这不是小波动，这是一代人才见一次的行情。那这一年银价是怎么走的呢？年初开盘还在29美元下方，然后一路往上爬，到了12月单日最高触及84美元一盎司。这个价格要追溯到1980年，也就是45年前，亨特兄弟逼控白银那个年代才见过。更有意思的是金银比。什么叫金银比？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。2025年4月的时候，金银比还在107:1的峰值，意思是黄金相对白银贵得离谱。但是到了12月，金银比跌破55:1，这是201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。翻译成人话就是白银在2025年相对黄金用了大半年时间追回了10几年的落后。报告里总结，推动银价大涨的核心驱动力有4个。第一，伦敦的白银流动性在2025年10月出现挤压，租赁利率飙到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，现货市场一时间拿不到银。第二，2025年11月，美国正式把白银列入关键矿产清单，这是一个政策层面的大事件。第三，中国在2025年进口白银大约 2.32 亿盎司，是全球市场的重要吸水方。第四，也是最关键的，白银市场已经连续5年供不应求，库存在持续被掏空。报告里还披露了一个细节， LBMA 网格与白银的比率在2025年10月跌破 0.1， 这是2012年3月以来第一次。我用大白话解释，这个指标越低，说明伦敦市场上能自由流通的现货白银越少，也就是说白银实物供应真的紧张到了一个很极端的程度。所以你看，整25年银价涨到84美元，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推的，是流动性挤压、政策认可、中国买盘、长期赤字4件事同时发生叠加起来的结果。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完。84美元之后发生了什么？金银比跌破55之后又去了哪里？这就是我们第2章要拆的账单。减，在讲第2章之前，我插一句，如果你觉得这种一手报告的深度解读对你有价值，请点个订阅，点个赞。好投资这个频道专门做权威报告的中文解读，白银协会、世界黄金协会、高盛、美联储的报告，只要是市场上真正有分量的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拆给你听。接下来我们继续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到供需赤字这4个字就头大，没关系，我用一张账单的方式给你讲清楚。2025年全球白银总供给是 10.9 亿盎司，比2024年增长了 7%点，注意是增长不是下降。这一年供给里面，矿山产量8亿4660万盎司，涨了 3%， 回收白银1亿9760万盎司，涨了 2%， 创下13年新高，
对冲供给4470万盎司，官方部门净销售1500万盎司，和前一年持平，供给端增长了 7%， 这是个好消息，对吧？但是需求端呢？2025年全球白银总需求 11.3 亿盎司，同比下降 2%， 一增一减，按理说缺口应该收窄，但是报告给出的数字是2025年市场赤字4030万盎司，这是连续第5年出现赤字。这里我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也是看这份报告的关键思维框架。很多人看到供给增长 7%， 需求下降 2%， 直觉反应是那不就平衡了吗？错，因为白银市场的赤字是存量赤字，不是流量赤字。意思是过去5年每年都缺口几千万盎司，这些缺口是靠消耗地上库存，也就是伦敦金库、COMEX 库存、ETF 持仓这些现成的白银来填的。库存被掏空是需要时间重新补上的。报告给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数字，从2021年到2026年，累计赤字将达到7亿6210万盎司，换成公制单位是23705吨。7.6亿盎司是什么概念？这个数字比2025年全年矿山产量的 90% 还多。也就是说，过去6年白银市场缺的这个口子，相当于全球矿山差不多一整年什么都不做，专门填坑。再看需求内部结构，这个才叫有意思。工业需求6亿5740万盎司，下降 3%， 这是后疫情时代工业需求第一次下降。其中光伏白银用量下降 6% 到1亿8660万盎司，珠宝需求1亿8930万盎司，下降 8%， 是2021年以来最低。银器需求4210万盎司，下降 21%， 4年新低。但是你猜哪个需求上涨了？金条、金币需求2亿1770万盎司，涨了 14%， 这是3年来第一次上涨。更夸张的是 ETP， 也就是白银交易所产品，2025年净流入2亿810万盎司，第2高纪录，价值创历史新高。ETP 总持仓达到 13.17 亿盎司，历史新高。你品一品这个结构，工业、首饰、银器在降，投资需求在暴涨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2025年买白银的人不是为了用，是为了持有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。报告在这里用了一句话，我给你翻译过来，要让白银市场从赤字转向可持续的盈余，需要供需平衡发生一种相当极端的组合性变化。而要抵消过去6年累积的赤字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好，5年赤字讲清楚了，但是更精彩的在后面。2025年12月银价84美元，到了2026年1月银价直接上了121美元，然后一天之内跌了 38%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第3章。2026年1月29日，白银冲破121美元一盎司，历史最高价没有之一。从2025年年初的29美元算起，整整涨了3倍多。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讨论一个问题：白银是不是要一路飞了？但是市场给了所有人一个教训。特朗普提名了一位鹰派人士出任美联储主席。这一条新闻出来之后，白银单日从峰值暴跌 38%点，一天之内，我再说一遍，一天这个波动放在任何大宗商品里都是教科书级别的。到了2026年3月，白银价格回落到了高60美元区间。今天我们录这期视频是2026年4月18日，银价还在这个区间附近震荡。那么报告对2026年全年是怎么看的？Metals Focus 给出的基调是对白银维持建设性看法，但是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伊朗战争是最大的短期变量，战争会推高油价，推高通胀，推升美元，同时会压低降息预期。这4件事短期对白银都不友好。具体数字预测，2026年矿山产量预计小幅下降250万盎司，工业需求预计再降 3%。到6亿3960万盎司，珠宝预计再降 16%，
银器再降 20%， 但是金条、金币需求预计增长 18%， 是2022年以来最高。ETP 预计再净流入3000万盎司。最关键的数字，2026年全年预测赤字4630万盎司，将是连续第6年赤字。供给下降，工业需求下降，但是投资需求继续爆发。这个结构和2025年一模一样，只是程度更深。所以你看，这份报告给2026年画出的画像是这样的：短期有伊朗战争的扰动，价格可能继续大起大落。但是中长期的供需基本面赤字结构没有变，而且越来越重，这是报告给出的判断，不是我说的。好了，3个章节讲完了，让我用60秒给你做一个完整的串联。2025年白银从29美元一路走到84美元，均价40美元，上涨 42%， 创45年新高。驱动力是4个：伦敦流动性挤压，美国列入关键矿产清单，中国进口 2.32 亿盎司，连续5年供需赤字。供给端虽然增长了 7%， 但需求端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，工业和首饰在降，投资需求在暴涨。2026年1月29日，银价冲到121美元，历史新高。然后因为美联储主席人选单日跌 38 点，报告预测2026年将是第6年赤字，累计缺口 7.6 亿盎司。Metals Focus 直言，要靠供需正常波动去填补这个坑，几乎不可能。这就是世界白银调查2026给我们讲的故事。这是4期系列视频的第1期，整体大结算。接下来3期我会分别拆解这份报告里的供给端深度分析、工业需求的光伏与 AI 新叙事，以及投资需求端 ETP 和实物金条、金币的完整数据。想看的朋友请现在就点订阅，加个小铃铛，新视频一发你就能收到。白银协会这份报告每年只出1次，是全球白银市场最权威的数据来源。我们频道每次这种重量级报告出来，都会做第一时间的中文深度解读。想持续跟进权威数据，就点一下订阅。最后留一个互动问题给你。报告里说2026年工业需求还要再降 3%， 但是投资需求继续爆发。你觉得这种用的人少了，存的人多了的结构能撑多久？你更看好白银接下来的工业属性还是金融属性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我会认真读每一条留言。如果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，请给我点个赞。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见。最后是必须要说的免责声明，浩投资是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。本视频内容基于白银协会和 Metals Focus 联合发布的世界白银调查2026公开报告，仅用于信息分享和教育目的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、买入卖出、推荐或个人理财建议。贵金属投资存在价格波动风险，过往表现不代表未来收益。请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咨询持牌专业顾问，并结合您自身的财务状况审慎判断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